当地球开始震动，我们的心也跟着苏醒。有时候，一切的开始来自于一场微妙的震动，不是剧烈的地震，不是惊天动地的改变，而是一种很深、很细，几乎无法被语言描述的波动。那是一种来自地心的声音，它无声，但你能感受到它在说话。有一天，我站在窗边，感觉到空气中有什么不同。风的流向像改变了，光的颜色变柔了，甚至连城市的声音都像慢了一拍。那不是外在现实的改变，而是我内在感知能力的苏醒。地球在动，不是一种破坏性的动，而是一种意识的跃升。它开始用震动提醒我们和它是一体的，我们的心早该醒来。我们以为可以继续麻痹，继续忙碌，继续装作生活就只是生存，只是效率，只是目标。但地球不同意了，它轻轻震动，不是为了毁坏，而是为了唤醒。唤醒什么？唤醒我们那些早已沉睡的直觉、感受与记忆。唤醒我们曾经与它同频的身体，同节奏的呼吸。每一次震动都是一道回声，在我们体内激起灵魂的记忆。我开始梦见自己走在没有道路的森林里，梦见自己跪在土地上，手指插入土壤，梦见自己像个孩子一样，不断地问：我可以回来了吗？我知道那不是梦，那是地球在回应我。是的，你可以回来了。回来感受，回来连结，回来记得自己是谁。这个世界太久没有容许我们哭泣、沉静与脆弱，但地球知道，那才是最强的力量所在。在它的震动之中，不是要我们摧毁自己，而是让我们一层一层脱下伪装，直到只剩真实。当我们开始感受到它的呼吸，我们的呼吸也会变慢、变深，变得更有存在感。你会发现，不需要做什么伟大的事，只要站在阳光下，让光照在脸上，你就能与这星球同频。我们不是被排除的个体，我们是它的一部分。它的心跳就是我们的节奏，它的震动就是我们的苏醒。我们开始感受到，旧有的信念不再适用，旧有的目标不再吸引，旧有的安全感开始松动。一开始，我们会害怕，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变了，是不是失去了方向，是不是掉队了。但你再深呼吸一次，就会知道，这不是迷失，而是重新与真正的你对齐。当地球震动，不是灾难，而是召唤。召唤你回到本能，回到纯粹，回到与生命的直接连结。这条苏醒的路不需要剧本，它只需要一颗愿意倾听的心，一颗愿意承认我曾经遗忘了自己，但我愿意再一次看见。我开始每天花几分钟与地球对话，不需要任何形式，也不需要任何宗教语言，只是静静地站在土地上，把脚底的知觉打开，让我知道我并不孤单。这片土地承接着我，也承接着我所有的觉醒、转变与不确定。我不需要急着飞向哪里，因为它正在带着我前进。在它的震动中，我开始学会放下，放下急着找答案的习惯，放下证明自己的需求，放下必须要一直坚强的角色。我开始变得柔软，却更稳固，开始更容易流泪，但也更深刻地感受到爱，开始看懂万物之间细微的连结，开始知道自己从来都不是孤立的。当地球开始震动，是因为我们到了该苏醒的时刻。它不是要我们害怕，
而是邀请我们一起升起。升起不是离开，而是深入。深入自己内在那块与万物共鸣的土地，深入灵魂里那个记得星辰语言的部分，深入我们与大地共享的未来。这是一场来自星球的觉醒旅程。当你感觉到那微微的颤动，别急着关上感受，请你张开心，让它进来，因为那正是你的灵魂说：我听见了，我准备好了。我感受到大地的呼吸，那是灵魂的召唤。那天我只是轻轻走进林间，没有目的，也没有预期，只是想让自己安静地待着。阳光穿透叶片的缝隙，风像是有节奏的轻拂，每一声鸟鸣都像是熟悉的语言，而我像一块沉重的石头，终于慢慢松动，终于可以呼吸。我蹲下来，手贴着土地。就在那个瞬间，我感觉到了一股温热的震动，不是震动感，而是一种很深、很稳、很像心跳的脉动。那一刻，我知道这是大地的呼吸，不需要言语，不需要证明。我只知道我正在被什么召唤，不是呼唤我去做什么伟大的事，而是唤我回来，回到我与自然从未断过的连结，回到我灵魂深处早已熟悉的频率。我们以为与万物是分离的，但其实是我们暂时关闭了感受的门。那扇门只需要被轻轻推开，整个宇宙就会涌入。我开始慢慢记得，不是用记忆，而是用感知。记得阳光其实是有情绪的，风是会回应你的，水知道你心里的秘密，而土地永远记得你是谁。这样的召唤不来自宗教，也不来自经典，它来自你内在那个最自然的部分，那个在童年时就知道如何与花草说话的你，那个会在雨声里感到安全的你，那个还没学会遗忘的你。我曾经为了追求灵性，把目光投向星空，试图在更高的维度寻找答案，直到大地轻轻呼吸的那刻，我才明白，灵性不只在上面，也在脚下。它从未离开，从未放弃，它一直在我们的每一步之下，默默支持，默默承接，默默提醒我们，你是被接住的。当我感受到这份稳定的支持，我的身体也跟着松了。那些常年绷紧的部位开始释放，那些压抑已久的情绪开始流动。原来我不是需要找到力量，而是愿意放下防备，让自己再一次被大地拥抱。这样的拥抱不是激烈的拯救，而是一种无条件的接纳。无论你现在是什么样子，它都不拒绝你。这份能量是我灵魂真正渴望的归属。我开始更频繁地走进自然，不再是为了逃避城市的喧嚣，而是为了重新对齐自己。每当我踩在草地上，每当我把手掌贴在树干上，每当我用背脊感受地面的温度，我就能感觉到那道召唤，像一条看不见的光绳，轻轻牵引着我回到内在。我们不是与大地分离的灵魂，我们是它的一部分。我们的心跳与它的节奏是同步的，只是我们太久没有倾听。而现在，它开始更大声的呼吸，更明显的震动，因为它知道，这个时代需要觉醒，不是恐惧的觉醒，而是爱的唤起。它不是来教训我们，而是来提醒我们，你可以回来了，回来感觉，回来连结，回来活出真实的你。灵魂的召唤不总是来自星辰或神圣的语言，
有时候就藏在你脚下的这片土地里。当你愿意静下来，它会透过一片叶、一缕风、一滴雨，对你说出那句灵魂一直等待的话：我一直都在等你回来。在混乱之中，地球正静静地扬升。我们总以为扬升是壮丽的、明亮的、万众瞩目的，像某场神圣仪式，在光与光之间完成跃迁。但真实的地球扬升并不喧闹，它发生在最混乱的时候，也最安静的时候。当世界动荡，气候失序，资讯纷乱，集体情绪像汹涌的浪潮袭来，我们以为一切都正在崩坏，却没看见这正是一场深层重建的开始。在每一场混乱的背后，地球正在调频，它不再沉默，不再压抑，它以极其温柔却坚定的节奏，将整个生命体系的意识慢慢往上提升。这不是惩罚，而是进化；不是毁灭，而是重构。只是我们太习惯把平静与秩序画上等号，太习惯用眼睛去判断是否一切安好，却忘了真正的变化总是先从看不见的地方开始。我开始感受到这样的转变，不是透过媒体或数据，而是来自我自己的内在节奏。那些情绪浮现得更快，感觉变得更敏锐，梦境更清晰，身体更诚实。我无法再勉强自己去做不爱的事，也无法再忽视心里那微小却真实的声音。这一切正是地球在调整我们的频率，它不再允许我们继续假装，继续麻木，继续逃避真相。它用它的震动引我们一层一层清理，一点一点卸下伪装。我们以为的混乱，其实是疗愈的初始阶段，就像一场深度排毒，会让我们发烧、颤抖、不安。但那并不代表我们病了，而是我们在痊愈。地球也是如此，它在清洗我们过去数千年累积的恐惧、分离与压抑。它在教我们放下控制，放下评价，放下彼此之间的界限。因为唯有这样，我们才能真正再度共振。这是一场集体的灵魂进化，但每一个人必须从个体开始。我开始学会尊重自己的混乱，不再责怪，不再逃避，而是看见它是地球在我体内的回音。它透过我释放累世压抑的痛，它透过我打开被封印的觉察，它透过我扬升。当我愿意让自己软下来，松开来，信任当下的混沌，我开始感受到那些看似撕裂的事件，其实都是一种编织的过程。旧的在碎裂，新的在重生，我们的意识在重组，而我们与地球的关系也在被重新写下。我们不再是它的利用者、依赖者或对抗者，我们是它的延伸。地球的扬升不是他一个人完成的，而是我们一起。每一次深呼吸，每一次真实的情绪释放，每一次你选择活得更贴近自己，都是你与他共振的证明。他不需要你完美，只需要你真实。因为当你真实了，频率就会自然对齐。而在这种对齐之中，我们会发现自己比想象中更稳定，更有韧性，也更有爱。你不需要害怕混乱，它只是进化的表象。而真正的转变，在那些你以为无人看见的静心与愿意里，正在缓慢发酵。地球的光正在升高，它从不是在等待奇迹，它只是在等待我们回到与它一样的振动层次。而你正在那条轨道上，即使现在感觉混乱，
疲惫或迟疑，你依然被牵引着走在扬升的光里，因为你就是它的一部分。当它升起，你也会。这是一个动荡的年代，不是危言耸听，而是真实可感。世界像是陷入持续的震荡之中，政局不稳，气候异常，资讯泛滥，情绪崩解。我们像在一场不断重组的梦里醒来又睡去，而灵魂却从未停止呼唤。很多人说这是末日，但我不相信末日。我相信这是重生，一场神圣的重生，在动荡与撕裂之间悄悄发生。我们正站在一条极为细微的边界上，一边是过去熟悉的稳定，一边是未知却真实的新世界。这并不是转变，而是蜕变，不是从 A 到 B 的移动，而是一种形体与意识的完全转化。我开始明白，动荡不是敌人，它不是来摧毁我们的生活，而是来拆除那些早已无法容纳灵魂的新生的结构。我们无法再假装日子如常，我们无法再逃避内心的声音，也无法再压抑集体的痛。这些痛正在浮现，不是为了惩罚，而是为了疗愈。就像每一次真正的觉醒前，都会经过黑夜。这个时代的黑夜，也是一种神圣的准备。我们被推向内在的深处，被逼着面对情绪，面对恐惧，面对不确定。但正是在这些碎裂的片段之中，我们才真正开始存在。我看见越来越多人开始不再追求表象的成功，而是渴望活出真实的自己。我看见那些过去被认为是脆弱的语言，成为一种新的力量。我看见静心、觉察、共感，被重新拥抱，重新学习，重新敬重。而这一切都是重生的征兆。我们不是在等待世界变好，我们是正在参与世界成为新的样子。不是更快、更强、更有效率，而是更深、更柔、更有灵魂。这需要时间，也需要勇气，因为重生不是自动的，它需要我们愿意松开控制，松开过去的认同，松开那个我应该是谁的信念。然后在那个空白的时刻，一点点光会渗进来，一点点声音会浮出来，一点点新的方向会悄悄成型。你会感受到，虽然世界在动，但你并没有崩塌，你反而更清楚什么是重要的，什么是必须放手的，什么是你真正想留下的。这份清晰不是外在的答案给你的，是动荡帮你掏出来的。就像子宫里的胎动，混乱只是孕育的过程，而我们正在这个星球的子宫里，共同孕育一个新意识的诞生。这是一场神圣的重生。你不需要先准备好，你只需要诚实的在场，在每一次情绪来临时不逃，在每一个不确定的选择面前不假装，在每一段感受流动时不评价。这就是你参与重生的方式。我们每个人都是这场新世界的种子，有些正在萌芽，有些正在破土，有些看起来还在沉睡，但每一个都在这场集体扬升中扮演独一无二的角色。这个年代虽然动荡，但正是动荡让我们醒过来，正是动荡让我们找回力量，正是动荡让我们终于说出我要活得更真实。你不是旁观者，你是一道光，正参与这场重生的每一刻。不是地球变得陌生，是我们开始看见真相。这几年，我常听见人们说，世界变了，
变得不再安全，不再温柔，不再可预测。有人说地球变了样，有人说人心难测。我们以为是地球变得陌生，但其实是我们开始看见真相。不是地球变了，是我们的眼睛终于睁开。当我们还沉睡时，一切看起来都井然有序，就像走在霓虹灯下，光亮但虚幻。我们活在自建的剧本里，重复着过去教给我们的逻辑与信念，用盲点筑起的安全感来避开那些不愿面对的裂缝。但现在，裂缝开始扩大了。我们看见森林正在干枯，海洋不再平静，天气失常，动物失声，土地震动。这些都不是突然的变化，而是被我们长期忽略的事实。如今再也藏不住了。地球没有变得冷漠，它只是开始不再沉默。而当它的声音越来越清晰，我们内在那些被压抑的感受也开始浮现。情绪失控，关系冲突，价值重整，不是混乱，而是真相被照见后的自然反应。我们开始知道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。我们开始不再相信表面平和的假象，而是愿意深入那些不舒服的真相之中。我们开始对成功有不同的定义，开始看见富足不等于累积，开始明白幸福从来不是拥有更多，而是回到与一切连结的状态。我们以为地球变得不认识了，但事实是我们开始重新认识它。认识它是有灵魂的，它的痛苦会传递给我们，它的喜悦也能回应我们的诚实。它不是供我们使用的背景，它是我们共同呼吸的母体。而我们真正的陌生感，不是来自地球变了，而是我们终于走出过去建构的幻象，开始站在真实的土地上，赤脚裸心，重新学习怎么活着。这份学习不简单，它要我们放下熟悉的逻辑，放下那种只要努力就能控制一切的错觉。它要我们进入未知，允许混乱，拥抱不确定。这对我们来说很不容易，但也正因为这样，我们才有机会重建与地球的关系，不再是使用者，而是同盟者。我曾在某个夜里独自坐在窗边，看着没有星星的天空，心里突然涌出一种巨大的空虚。那不是孤单，而是一种终于知道自己走错太久的疼。我没有怪谁，也没有后悔，我只是静静地对地球说了一句：对不起，我现在愿意重新学习了。从那天起，我开始听它的声音。我学会分辨风的方向不只是气候，而是情绪的提示。我开始看见一棵老树背后的坚持与智慧，开始懂得对着海说话，在泥土中呼吸。不是因为我突然成为什么通灵的人，而是因为我终于安静了，安静到可以听见他一直都在说的话。这不是地球的陌生，而是我们从幻象醒来的时刻。我们正在一点一滴找回原本就存在的连结，那个与大地同频、与星辰共振的自己正在苏醒。而当我们再也不逃避、不否认、不麻痹，那份曾经觉得陌生的风景会一点一滴熟悉起来，因为它从来没变过。变的是我们的眼睛，我们的心，我们的意愿，而这就是开始活出真相的起点。地球的光愈来愈强，是因为我们的爱正在扩展。这几年，我常感觉世界变亮了，不是光线的强度，而是一种更细致、更透明的光感，像整个空气都在闪着柔和的银白色。
像阳光不再只是温暖，而带着净化的力量。起初我以为是自己的错觉，但后来我发现许多人都有类似的感觉。我们正走进一个光愈来愈强的时代，不是外在的灯光，不是科学仪器能测量的亮度，而是一种来自地心、来自宇宙，也来自人心的频率，正在共同编织一个新的能量网络。而在这张网里，我们的每一个选择，每一个转念，每一次真诚的付出，都在发光。地球的光不是凭空而来的，它来自我们，来自我们愿意变得柔软，愿意修复关系，愿意相信爱不只是理想，而是日常的实践。每一次你选择原谅，选择沟通，选择看见彼此的灵魂，地球的频率就会上升一点点。我们曾经活在恐惧中太久，以为安全感只能靠隔离，靠控制，靠拥有。但现在，我们开始用爱作为力量的根本。爱不再只是情感词语，它是改变世界最深层的震动。我开始明白，那些灵魂的觉醒，不只是个体的旅程，而是地球整体在跃升的征兆。我开始看到光不只是在某些人身上，而是流经每一个愿意敞开的人。你不需要很伟大，只要你愿意让爱扩展，你就是这张光网中的一点。我曾经以为爱是要付出很多才算爱，但现在我懂了，真正的爱是你允许自己与一切共存的能力。当你不再抗拒别人的痛，当你不再逃避自己的瘾，当你愿意让内在的光照进过去的黑暗，爱就开始扩展。而当越来越多人这样做，地球的光就会变强。我们不再只为自己而活，我们在一场无声的共振中，彼此照亮，彼此疗愈。地球是我们的共鸣器，它放大我们的情绪，也放大我们的意图。当爱的意图越来越多，整个星球的能量就会变得更清澈。这是我们真正的创造力，不是外在建筑的宏伟，而是内在频率的纯净。爱是最强的转化能量，它能改变细胞记忆，疗愈代际创伤，甚至重新写下我们与这片土地的关系。现在的我，不再急着证明什么。我知道，只要我选择以爱回应，即使一句话，一次呼吸，一次拥抱，都在为地球发光。我看见更多人开始这样生活，不再追求比较，而是学习照顾自己；不再争夺注意，而是学会看见他人；不再恐惧脆弱，而是懂得让光穿透自己。这样的选择就是爱的扩展，是每个灵魂对地球的祝福与回应。你可能会怀疑，这样的转变真的有力量吗？但请相信，一滴水也能改变一整片湖泊的波纹，更何况是千万颗正在苏醒的心。我们正在一同创造一个光的星球，这不只是愿景，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。地球的光愈来愈强，不只是因为它正在提升，而是因为我们终于记起，我们就是它的光源之一。每一道觉醒的爱，都是星球跃升的火花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，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